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你我在过去一周再次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9月10日，从美国犹他州一个大学校园传出的枪声，在过去几天响彻了世界，一个新的精神运动由此诞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美国青年领袖查理·科克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一个一无所有的18岁少年是如何以小博大，开创出这么一场伟大的精神运动的。甚至他的死3个月前就有人在油管上预测到了。了解了他的传奇，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预测科克之死是一种上天的安排。它代表的不是一个运动的结束，而是一个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新精神运动的开始。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虔诚的基督徒查理·科克，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是在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中度过的。他在犹他谷大学校园的一个帐篷下，正在进行着他标志性的校园辩论，阐述他的政治观点。这是他新一轮名为美国复兴之旅的巡回演讲的开幕活动。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他的颈部，鲜血喷涌而出，现场瞬间陷入混乱。急救人员迅速将年仅31岁的科克送医院，但最终伤重不治，留下妻子、2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他创立的美国转折点运动。目前22岁的嫌疑人泰勒·卢宾逊已经被他自己的父亲交给了当局。全世界很多的领袖和民众都在哀悼这位伟大甚至传奇的青年领袖的逝世。此前我在 X 平台上经常看到有关科克的内容，总是被他的观点清晰、博闻强记、思维敏捷所折服。当我第一时间在 X 平台上看到他遇刺然后身亡的消息后，我的身心立刻被一种巨大的悲伤所笼罩。我为这个青年才俊悲伤，也为美国的现状悲伤。但和我内心无法描述的悲伤情绪相伴的，还有一股深深的无奈。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是如此的割裂，左派的主流媒体和政客可以公开的多年如一日的把和自己意识形态对立的一方描述为希特勒、纳粹和法西斯。这次在谋杀科克疑犯的子弹上，执法人员看到疑犯刻着这样的字：嘿，法西斯，接着这颗子弹。显然疑犯能从内心合理化、正义化他的谋杀行为，主要是他能够把科克定位成一个法西斯分子，从而自欺欺人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消灭法西斯的正义战士的位置。过去1年，川普2次险些被刺杀，美国社会和主流媒体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是割裂得更加严重。我的无奈感来自我这个认知，认为科克不过是美国政治极化浪潮中又一位被牺牲的公众人物。美国社会的割裂已经无药可救，我内心的悲伤因这种无奈感而变得更加强烈。但随后科克遇刺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强烈反响，以及这个事件在美国乃至世界引发的一系列后续效应，其强烈的程度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好像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情绪在美国社会已经酝酿了很久，借助这个事件突然火山喷发了。大量的公众人物或普通百姓把科克称为英烈，悲愤情绪迅速升腾。川普在事发当日追授科克总统自由勋章，并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5天。他在讲话中称科克为真理与自由的殉道者。科克的支持者纷纷走上街头和社交平台表达哀痛，全美乃至世界各地都自发为科克烛光守夜，高举标语悼念这个英年早逝的青年。与此同时，科克的生平和言论在网上被大量分享，这强大的民意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你想扼杀一种理念，最适得其反的做法莫过于用暴力的方式把提出这个理念的人消灭掉，那样只会给这个理念长出双腿，生出翅膀，用最快的速度传播。回溯历史，我们会看到刺杀事件往往是一个时代转折的催化剂。科克的政治生涯始于芝加哥郊区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他的政治理念在高中时期就开始形成。
他曾领导了一场学生抗议运动，反对学校食堂提高饼干价格。他后来把这个事件定性为一场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斗争。此后，他为保守新闻网站布莱巴特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美国高中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宣传左派意识形态的内容。这篇文章让他在17岁就首次登上福克斯商业频道。2012年，也就是在他18岁那年，他选择从他在读的大学哈佛学院退学，全职投身于美国政治活动中，并创立了美国转折点运动。但是在他成立这个运动之初，科克没有钱，没有人脉。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年仅18岁的科克凭借他出色的口才，成功说服了著名共和党捐款人弗里斯，为他的组织提供了一笔种子资金。转折点运动最初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倡导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和财政责任的草根组织，目的是和 MoveOn.org 等左派意识形态团体抗衡。科克早期的成功揭示了他贯穿整个政治生涯的一个策略，那就是从一个表面看很小，但是却很容易被普罗大众理解的问题入手，就比如前面提到的饼干涨价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看似很小的问题来针对一个大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概念，比如前面提到的他在饼干涨价抗议中提出的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概念，然后再通过媒体把信息传播到远超事件本身背景范围之外。转折点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采用了这个模式。表面看它是在进行一场场的校园公开辩论，但是它真正推动的却是一个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和左派意识形态进行的文化战争。过程中，科克利用自媒体平台这样的渠道，把他参与事件的影响力放大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表明当年那个伊利诺伊州的18岁青年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涉足政治，他是带着一套根植于他宗教信仰的稳定世界观和价值观而来，带着一套以小博大的策略而来，带着他天生对现代媒体运作的强大直觉而来。因此他在18岁时建立的那个草根运动才能在过去10年变成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运动之一。科克在多个场合毫不掩饰，他参与政治的动力来自他的信仰，来自他对传统价值的推崇，来自他对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他的个人生活与他的政治使命紧密相连。最核心展现他价值观的就是他和他妻子埃丽卡的关系。科克的妻子埃丽卡曾经是亚利桑那州小姐，同时也是一名博客主持人、商人和自由大学圣经研究专业的博士生。两人在2018年相识。科克曾提到，他们的第一次长谈非常接近一场面试，当然那场面试是双向的，是他们双方都在认真寻找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人生伴侣的过程。他们于2021年结婚，育有2个年幼的孩子。在他们的关系中，埃丽卡将查理描述为家庭的精神领袖和一生挚爱，而他自己则扮演着关键的支持者的角色。埃丽卡作为一个成功有信仰的妻子和母亲，支持丈夫作为精神领袖的形象，直接挑战了现代女权主义的叙事。科克曾说，除了接受耶稣以外，与埃丽卡结婚是他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他们鼓励年轻的保守派将婚姻和家庭放在重要的位置。科克夫妻通过公开展示他们传统的和谐家庭氛围，用行动对抗现代左派的反家庭价值观的叙事。对于那些在现代两性关系和约会文化中迷失的年轻一代，科克夫妇提供了一个根植于信仰和传统的清晰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的范例。因此，科克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立场，也是一个完整的与现代世俗潮流形成鲜明对比的生活方式。他的这一点也是他深深吸引很多美国年轻人的原因之一。
在10年中，科克的美国转折点从一个校园社团爆炸式的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政治运动，发展成为一个结构复杂的政治组织。其中最开始成立的美国转折点作为非营利教育分支，专注于校园活动、大型会议和媒体内容制作。随后成立的转折点行动机构成为一个政治倡导分支机构，参与党派竞选活动。而转折点信仰机构成为一个外展的分支机构，主要是在动员牧师和福音派选民积极参与美国政治。此外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分支机构，整个组织的财政收入也急剧增长，从2017年的800万美元飙升到2022年的超过8000万美元，得到了众多的重量级保守派捐助者的支持。随着科克美国转折点运动的影响力和资金不断扩大，一些媒体对他的内部运作和财务资金管理的指控也开始涌现出来，包括 ProPublica 和纽约客等媒体发表了专门针对美国转折点财务状况的调查报告。例如 ProPublica 在2020年7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的标题就是在这个川普青睐的慈善机构中，财务报告令人质疑，内部人士正在套现。而且那些报告还说科克的薪水在这些年也呈指数级增长。不过我没有查到当时拜登政府的司法部有没有跟进调查这些报告中所指控的财务问题。但是在科克遇刺后，大频道的制作人科尔维特出来透露了科克收入的细节。他说，科克从2012年创办美国转折点运动之后，连续5年1分钱工资没有拿，一直是做义工。2017年因为支持川普，美国转折点收到的捐款大幅上升，后来冲上1年3000万，那以后他才开始给自己付薪水，大约是2500美元一个月。后来科克自己开始创办一档电台节目，名字就是查理科克秀，后来他的收入都是从这档节目中赚的。自从有了这个固定收入源以后，科克就开始把他从美国转折点收到的工资全部又捐回给美国转折点了。所以对美国转折点来说，科克就又变成了一个义工。据说科克这个人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甚至不会玩。另一个认识科克的美国著名自媒体人梅根凯利就说，科克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他度假的时候都不知道要怎么玩。9月10日，科克遇刺当天，MSNBC 资深评论员朵德在一档新闻节目评论中暗示，科克的言行是导致他自己被刺杀的原因。朵德的评论让我当场厌恶到想呕吐，但是我对这些左派媒体的道德底线已经没有任何期望了，所以没有期望 MSNBC 会做出任何反应。但是出乎我意料，当晚 MSNBC 总裁库特勒就发表声明，称朵德的言论不可接受，并代表频道向观众道歉。很快，朵德被 MSNBC 解雇，终止合同。这样快速的反应让我开始意识到，科克之死已经在给美国社会带来改变。科克虽然是个公众人物，但他并不是一个职业政客，他只是一个年仅31岁的青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一个被妻子深爱的丈夫，是2个幼儿的父亲。刺杀科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鼓励不同观点公开辩论，敢于在公开场合表达他的传统理念。也许正是他的这种种平凡，让他的死触动了众多人的根本底线。他对信仰的虔诚，对家庭的深爱，对传统价值的维护，以及对极左觉醒主义的批驳，都让不同的人共情。就是那些不认同他理念的善良人，也会因为他仅仅为推行言论自由、身体力行多元辩论而失去生命，和他共情。也许是出于这种种原因，我很快意识到，美国民众这一次在科克去世后的反应和以往类似的场景相比大不相同。9月12日下午，密西根州波提奇市 Office Depot 的一家门店被曝拒绝为当地追悼科克的守夜活动打印海报，理由是这是政治宣传，
相关店员与顾客的争执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升温，引发大量美国网民强烈反弹，掀起了抵制 Office Depot 的呼声。随后 Office Depot 快速公开道歉，表示这些员工的行为与公司价值不符，并确认涉事员工已经被解雇，同时与顾客联系，免费为他们打印海报。最近在 X 平台上，一个帖子让新泽西的恩格尔伍德医院火了。9月11日，一个叫马修的医生当着8名护士和1名病人的面说：“我讨厌查理·科克，他是自作之手，活该。”在众多护士中，一名叫 Lexi 的护士是唯一回应的。他惊讶地说：“你是医生，怎么能说别人该死？” Lexi 此言一出，当时现场安静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随后 Lexi 把这事上报给了管理层，回到家中，他还在自己的私人 Instagram 上发文提到这个事情。但随后 Lex 却收到工会的邮件，说他已经被无限期停职停薪，等待调查，他最好是另谋高就。目前 Lexi 已经对医院提出起诉。在被电话采访中， Lexi 说：“科克遇刺让我非常悲痛，一位无辜的父亲被杀害，令人心碎。我以为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尤其是以救死扶伤为使命的医生。他们试图让我闭嘴，但他们不会得逞。”截止我做节目时，大家还不知道恩格尔伍德医院是否对马修医生处分。不过，马修的个人信息已经从医院的网站上消失了，而且在网上对医生打分的网站上，大量的人给马修打出了最低的1分，因此马修的职业生涯可能也快到头了。类似的事件在美国社交平台上大量涌现，众多美国网民对那些在网上庆贺科克被刺杀的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利用各种方式在网上曝光这些人，让很多庆贺科克被刺杀的人因此失去了工作。这种少见的压倒性的民意，让很多左派媒体和政客也在这个事件上不得不采用谨慎收敛的态度。科克遇刺还引发了美国社交平台上普遍的反思，这些反思既有来自万人瞩目的大 V， 也有普通网民，既有退休的老人，也有10几岁的年轻人。大家反思的内容已经从这个事件的本身向更深层的美国社会问题延伸。有人反思美国媒体和政客在激发社会暴力中起的作用，有人反思言论自由的内涵，有人反思美国需要更多的人敢于宣扬传统价值观，有人反思相关立法的必要性，也有人反思是什么样的美国网络和教育环境培养出杀害科克的嫌疑犯。众多媒体跟踪研究了杀人嫌疑犯鲁滨逊的家庭和个人背景，结果让很多人惊讶。鲁滨逊出生于一个稳定的且非常传统的中产家庭，他在衣食无忧、快乐幸福的环境中长大。在高中，他被称为天才学生，智商很高，学习成绩优异。2020年高中毕业时，他的 ACT 考试成绩被排入前1%的精英行列，这让他获得了犹他州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当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极端的政治倾向，但是这一切在他进入大学后就都变了。他只在犹他州立大学读了1个学期，然后就辍学回家。此后他就变得像隐士一样沉迷于网络，很少外出。他越接触网络，就变得越重视政治，并在家中开始表达出对科克的强烈厌恶，说科克是法西斯主义者。最终他走向了刺杀科克的道路。一个拥有保守价值的家庭，花了18年教育的孩子，却抵不过这个社会在4年中对他的影响。这个可怕的现实让很多美国人质问，当今的美国网络环境和教育体系对年轻人思想的毒害，是否已经到了普通美国人无力回天的地步。同时，我也看到有大量的美国人在网上真诚地分享他们从科克获得的激励。其中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是一个父亲讲述他一个20年来遭受病痛反复折磨的儿子被科克激励而更加积极生活的故事。这位父亲用下面这句话来开始他的故事，这是在科克拒绝脆弱理念号召下他儿子的一天。这位父亲原文翻译是这样的：今晚我23岁的儿子
结束了漫长的一天。白天做电工学徒，之后去技校上课，早上5点30出门，晚上8点到家。洗了澡，吃了晚饭，做了俯卧撑，没人提醒，他就坐在我身边，为查理的家人高声祷告了10分钟。然后他静静听了2首基督教歌曲，其中一首是《起来吧，神的子民》。他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了查理的一段演讲，然后他抱了抱我，说：“我需要像查理那样，愿上帝帮助我。”接着就去睡觉了。类似的年轻人的故事这2天在网上流传很多。面对柯克事件引发的一系列这样触及人心的改变，我不用精神运动这个词，又能用什么其他词汇来描述它呢？事实上，柯克遇刺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正在引发一个全球范围的震动。柯克之死被众多国家视为对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冲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上发文悼念，赞扬柯克为了真理和捍卫自由挺身而出，称他是以色列狮子般的挚友，为捍卫犹太基督教文明而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谴责这起谋杀是对民主的深深创伤。波兰总统发表声明，赞扬柯克的勇敢，捍卫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指出他的声音如今变得更加响亮。9月13日，伦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涌上街头，参加了英国保守派领袖汤米·鲁滨逊领导的捍卫言论自由的大游行。在游行中，人们不断高呼查理·柯克的名字，不仅缅怀这位美国青年领袖，也是在呼唤他倡导的言论自由精神能重新回归英国。柯克遇刺事件唤醒了一股被现代社会长期抑制的保守力量。柯克所代表的价值观已经在他去世后超越了国界，在全球激发出一个推动传统价值的浪潮。柯克遇刺事件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悲剧，已经成为一个捍卫西方基础价值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已经上升到反对政治暴力的普世层面。柯克倡导的回归传统运动不仅在美国本土，更在世界各地拥有强大的响应者。柯克的陨落反而凝聚了一股跨越国界的对传统理念的认同和回归。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多次用响彻世界的枪声来描述这个柯克遇刺的历史性事件。不过这句话却不是我本人想出来的，是我从另外一个油管频道听到的。用这句话来描述柯克遇刺事件，让我对遇刺事件有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提到的一个叫布兰登·比格斯的人，他有一个油管频道，他经常在他频道中描述他在祷告中看到的一些场景和获得的灵感。在他众多描述中，最神奇的是他在川普2024年遇刺前的4个月，就对整个遇刺过程有神奇精准的描述。当然，比格斯随后在他的油管频道中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他对未来的其他的预测，很多预测到目前都没有兑现。但是在9月11日柯克遇刺的第2天，比格斯在他的频道中节选了他在3个月前，也就是6月15日做的一期节目中的15分钟。他在这个6月份的节目中提到，他在祷告中看到未来会有一个重要的牧师在他布道时被刺杀的事件，然后神告诉他，这将被称为响彻世界的一枪。听过柯克演讲的人都知道，他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他对神的信仰，因此把他称为重要的牧师，把他和大学生的对话称为布道，其实是非常贴切的。这个比格斯在他以前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他本人受教育程度很低，从他平时节目中的谈吐来看，他本人应该不会说出响彻世界的一枪这样的句子。响彻世界的一枪这个说法被普遍认为是出自19世纪美国文学家爱默生的一首诗。1775年4月19日，英国军队与北美民兵之间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突然爆发战斗。这场战斗被历史学家视为是美国打响的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837年7月14日，一个战役纪念碑在康科德北桥落成。在落成典礼上，爱默生应
纪念碑委员会的邀请，做了一首名为《康科德颂》的诗歌，其中有一句就是打响了响彻世界的一枪，描述的就是美国民兵1775年在列克星顿康科德战役打响的那一枪。那一声枪响点燃了美国独立的烈火，美国从此走上世界舞台，世界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未来。回看柯克遇刺后发生的这一切，此刻用这句话来描述柯克遇刺事件真是非常贴切。柯克的遇刺不是一次孤立的暴力事件，刺杀柯克的枪声引发的是对全球保守主义的召唤，是全球回归传统价值的召集令。这声枪声在未来的日子必然会持续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回荡，在伦敦的街头回荡，在世界的互联网中回荡。柯克的妻子艾丽卡在流泪悼念她丈夫讲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丈夫展现了最极致、最真实的盟约之爱，我永远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内心的失落。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上帝知道，但我不知道。但是查理，我知道你是知道的，而且我们的主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的，我也坚信这世间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如此影响深远的事件注定来自更高的一种安排。比克斯在3个月前能预测到这个事件，这本身就证明这是一种安排。就在柯克妻子发表演讲后的一天，美国转折点总部就收到了18000个要求成立新的分部的请求。柯克的妻子讲话的全文口译就在我的副频道杰森新闻快递里面，那里还有川普总统、FBI 和犹他州长关于这个调查的新闻发布的口译，里面有追踪凶犯的全部细节。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